男人刚走出酒吧就被一辆汽车撞倒，司机慌忙下车查看情况。男人本想发火，可这时一个少妇从车里走了下来。괜찮으세요? 사모님, 여긴 제가 알아서 할 테니까 먼저 출발하세요. 약속 시간 늦겠습니다. 홍 기사, 사람이 다쳤는데 약속이 문제예요? 见少妇如此美艳动人，男人连夜就去酒店处理了这起交通事故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一切其实都是精心设计好的阴谋。当男人第二天仍沉醉在温柔乡时，钟大带着人闯了进去，不仅在现场拍下照片，还把少妇换成了男司机。如此杀人诛心的手段，让男人不得不乖乖就范，将开发江南的设计图和朴议员私吞公款的证据全都交了出来。徐议员得知后大喜过望，当即动用关系从警局捞出了老姜等。之后他拿着证据到崔部长那参了朴议员一本。崔部长听后果然大怒，加上3年前徐议员主动替他背锅，他决定重新启用徐议员。另一边，当老姜被放出来后，钟大心甘情愿地将老大位置让给了老姜。可本该是大干一场的好时机，没想到老姜却再次解散了帮派，这让钟大十分不解。老姜告诉他狡兔死两狗烹，如果现在还不收手，那他必然将成为下一个张德才。然而此刻的钟大根本听不进去这种大道理，为了保住钟大，老姜亲自到天安帮找到杨基泽，跪在地上请求对方放过他们一马。杨基泽虽然表面上答应，可背地里却准备痛下杀手。通过这几次事件，杨基泽已经察觉到帮派里有内奸，在二把手的挑唆下，永琪成了帮里最大的嫌疑人。为了自保，永琪决定干掉老姜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他假装到裁缝店里找钟大，趁老姜毫无防备时从身后偷袭，接着用熨斗狠狠地砸死了老姜。老姜的死彻底激怒了钟大，他发誓一定要为老姜报仇，这恰好中了永琪的计划。就在老姜棺椁下葬这天，天安帮的人倾巢出动，二把手带人将钟大团团包围，双方二话不说立刻陷入了泥潭大战。这时永琪带着人紧随其后，可本以为是过来增援的援兵，没想到永琪却调转了枪口，带着人开始攻击天安帮的兄弟。不仅如此，大量长安帮弟兄随后也冲了过来，被三面夹击的天安帮人马瞬间溃不成军。随着永琪手起敲落，二把手彻底下线，双方的战斗就此宣告结束。随后在徐议员的鼓动下，朴议员被定性为党内叛徒，沦为囚徒勇士，不得翻身。失去靠山的杨基则慌忙跑路，永琪顺势接手了天安帮原有人马，成为了首尔新的黑帮大佬。不久之后，他光明正大的迎娶大嫂入门，一时间可谓风光无限。然而经此一役后的钟大却内心无比复杂，通过小弟收集到的证据，基本证实永琪就是杀害老姜的真凶。小弟劝他先下手为强，但钟大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。而与此同时，徐议员不仅重新回归了政坛，之前朴议员囤积的江南土地，现在也全都落入到了他的手中。这一切自然少不了钟大的功劳。他告诉钟大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必须尽快除掉杨基泽和白永琪二人。事成之后，他会将江南土地的开发权全都交给钟大管理。几天后，永琪终于查到了杨基泽的下落，他约钟大到电影院会合，兄弟俩趁机联手干掉了杨基泽，名震一时的大佬就此陨落。可就在他们准备把尸体搬到厕所时，钟大却掏出枪，冷冷地看着永琪，因为他早就知道永琪在厕所里埋伏好了杀手。而此时天安帮的小弟们已经冲进厕所，将杀手全部闷杀。机关算尽的永琪彻底输了。然而面对曾经患难与共的兄长，钟大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，他最终还是放过了永琪。但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心思缜密的徐议员预料到了这个结果。就在永琪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时，一发子弹穿透车窗，永琪的生命就此走到了尽头。而作为徐议员的黑手套，钟大自然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。在返回的途中，被杀手连开数枪从火车上击落，摔落在隧道里的钟大垂死挣扎，梦想似乎就在眼前，可他却怎么都无法触及。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了老姜说的话，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除掉了所有隐患后，徐议员在府邸召开了盛大的庆功宴，明阶等众位达官贵要纷纷出席，一同庆贺即将在江南开启的新首尔计划。数十年后，作为首尔最重要的经济中心，江南早已不是那个贫困的乡村，这里成为了上流社会的聚集地。一手江南 style 更是风靡全球，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认识了这个地方。此时年迈的徐议员站在台上高喊着竞选口号，他呼吁广大民众为他投下宝贵的一票。作为江南区的创始人，他郑重地承诺自己定能带领这里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没有人记得这里曾发生过什么，也没有人在乎这里曾生活着哪些人。那些曾在名利场上拼搏的钟大和永琪们，最终都只是时代车轮下的一粒尘埃罢了。故事到此结束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